我跟我女朋友认识2年多的时间了，第一次跟她见面的时候，我发现她工作非常严谨，是我喜欢那种类型。工作中她对我很照顾，彼此都有好感，我们就在一起了。可是在一起之后，我发现这个男人特别婆婆妈妈，斤斤计较，小心眼儿。我不觉得这是我的缺点，反而是一种优点。现在对我的要求越来越多，我已经无法再忍受，无法再跟他继续下去了，我要跟他分手。一个男人的小心眼和婆婆妈妈，到底到了什么程度，让一个爱他的女人要离开他呢？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梁27岁，来自北京，学历大专，职业销售；女主人公小文23岁，学历大专，职业前台接待。来，有请两位。欢迎啊！你好。听这个前面小片里说的，等于是在工作当中结识的，是吧？对，我们在一家公司工作。在一起多久了？在一起1年多了。怎么就要跟人分手呢？生活中太婆婆妈妈了，然后小心眼儿，特别会算计。就前段时间我们不就准备订婚了，装修新房啊，然后他就跟没事人一样，就搁家吹空调，然后我跟我爸出去。其实我那不叫吹空调，我是跟屋里上网搜集那个装修的一些资料。但你收集的资料你也没用啊，我们去建材市场看的东西你都不满意，好的东西你嫌贵，便宜的东西你又说质量不好。你知道我爸那么大岁数多辛苦吗？因为他爸第一次来北京嘛，然后我心想就是跟他爸出去更好连逛逛嘛，然后顺便他还可以减肥这种。你减肥也不是这样减的呀，而且他对我爸说话特别不尊重说我爸专挑贵的东西买。难道不是吗？就去了一个那个家具店以后，然后直接找那个价值10万块钱那个家具这块，花钱太大手大脚。那10万家具是一套啊，又不是单个的，我觉得挺值得的。再说一辈子就结一次婚。不是有便宜的，然后质量也挺有保证。为什么你看中的那一套多少钱？2万多块钱。你那2万多块钱的那家具回去再质量不好，再床塌了怎么办呢？他对我父亲这个样，对我母亲也可不尊重了啊！这不今年说今年准备结婚的，又说今年是什么无春寡妇年，我就寻思说那明年再结呗，反正我也不着急啊。你不知道我岁数比你大吗？那你又在乎那些封建迷信，就让我妈去买那以前用的那种老式的尿壶和痰盂不是你买了能怎么着？你信这个？他说如果不买那些东西，我就能克死他，我就守寡了。这迷信，出门都得看黄历，什么时候该洗澡了，哪个点该洗澡，大半夜的他都起来去洗，而且那过年的时候非得让我们家去他们家过年，说什么要互相冲一冲。哎，你不是才27岁吗？不是72吧？不是啊，你怎么这么多这个呀？因为有这老例儿，你知道吗？必须得遵守。再说提前让他们过了有什么不好啊？火车票直接给他们买过了。不收火车票还好，那时候让我父母过来，我就是说让他订票，我就寻思你不订一飞机票，你也订一卧铺啊。结果人让我父母坐着过来的。是动车。动什么车也是坐过来的呀，多辛苦啊！对。那你呢？那你直接让买飞机票，飞票多贵啊！你让老年人坐一次飞机怎么了？他说坐飞机不安全。本来就不安全。这倒也行，就可以忍受呗。他不仅算计我父母，他连我朋友都算计。啊？哎，你还说这事儿呢？我们就是上个星期吧，我跟他去串门啊，然后去超市买2桶油，然后1袋水果，还1箱牛奶啊。然后一共花300多块钱，结果他同学那前2天也是来我们家，就买1箱鸡蛋，你知道吗？鸡蛋怎么了？从同学一进门，他又瞄到人家提了1箱鸡蛋过来，那顿时就不高兴了，在那就一个劲在那算计。哎，上次咱送了300多，又跟我说咱赔了多少钱。哎呦，同学在那时候就一直黑着脸。哎，鸡蛋价值40多块钱，我们送他340多块钱，你就里外里赔了300多块钱。朋友间的情谊又不是用钱能衡量的。那你没算过什么时候能补回来？他不仅对我朋友那样算计，对我也特算计。有一天搁家里面打扫卫生，就发现一小本上面给我买的面包啊，什么王老吉啊，都给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你记得怎么了？小东西还没记呢，矿泉水他们都没记1块钱呢。那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等着分手了之后那钱我还得还给你啊？我没这么想，你也知道我心细如尘，然后我什么心细如尘啊？你就吃不了亏，你就爱占小便宜。有一回我们逛完街了，搁一饭馆吃饭呢，然后服务员就上错菜了，我就说这不是我们的菜，我就给服务员叫住，刚准备叫呢，人一大嘴巴上来给我嘴捂着，说你别跟我说话，你赶紧吃饭。本来就是，你就吃你的，吃完直接走人不得了吗？然后还给人说话，没准是人送的菜。那不是我们点的菜，你为什么要吃呢？不是你问了吗？是送的吗？他没说，我也没问。那你不怕这菜里有毒啊，兄弟？我觉得他要占了便宜，他就算毒死他也心甘情愿。他价值48块钱，那你没想过价值18块钱能买多少王老吉啊？你那就是贪小便宜。那一路上跟中了500万似的，那嘴都咧到耳后根上。不是，那你干嘛跟他在一起啊？就一开始觉得他是北京人嘛，然后我一女孩来到这儿也不容易，就他之前对我帮助也挺大的，然后再加上他家里有房有车，我父母就觉得你看这就是贪小便宜吧。他追我的时候可大方了，也没这样啊。他追你的时候怎么大方的？我听听。他那时候也没给王老吉记本上啊。你是以这个来衡量他大方的是吧？你是不是也特苦恼？对，就是你这么一个勤俭持家的好男人，对，反而是在他心目当中就觉得，哎呀，要我真的痛苦死了，我跟你说，是吧？我是挺痛苦，感觉就是特气势嚣张、咄咄逼人这种状态。我怎么嚣张了呀？你说咱俩，你交往那么久时间，你什么时候迁就过我？还说我嚣张，每回跟他闹着玩，打他几下，打他的时候他又不动呢，我寻思是干嘛呢？低着头数着呢，1、2、3。非得给我拍回来。上一次哥公司下班晚了10分钟，我都给他发信息说了，我说有点事耽误5、6分钟，一下去人没了。北京不是5点半以后就开始堵车了吗？然后我就心想，就是5点半赶紧杀出这个就是堵车的高峰。你是杀出重围了，我搁半道上堵着呢。你直接坐4毛钱公交啊！那你回家了，那你先做饭洗菜呀，那非等着我回家做饭，我做着饭呢，人没了，我就叫他吃饭，搁哪儿呢？小区里面老头老太太围着他呢，什么这家生孩子啊，那家离婚了，怎么着？我说你一大老爷们怎么天天跟女人堆里讨论这些事情呢？家长里短不叫说闲话，明白吗？他说别人也就算了，就说自己家亲人的，大舅面前说三舅坏话，三舅面前说大舅坏话，有矛盾，两个人有矛盾，你没看出来吗？有矛盾你调节，你应该说好话，你说坏话那是挑拨离间。说好话太假了。那你就别拉着我去跟他们说成吗？非得拉着我跟他们那些七大姑八大姨讨论什么黄金降价了，衣服打折了，你不好买这东西吗？哎，你们俩日常生活就这么掐吗？因为这些琐事经常掐。你特享受吧？他真的特享受，他特享受我给他道歉的那过程，你知道吗？还让我写检讨。啊？你写过什么检讨啊？什么今儿什么钱不该花了，就什么事我都得迁就着他。不是你写过吗？我写过。但是你记住了吗？他就不把我话放心里，你也不把我放你心里。我怎么不把你放心里啊？人家出去，然后给他打电话，不接电话，你知道，手机直接放书包里了。我不是没听着了吗？我看到有未接电话，我就给你打过去了呀。他就说我不在乎他，就天天都得跟着我，我同学聚会都得跟着我。最开始我就觉得他是在乎我的表现，后来我就实在忍受不了了，就跟那次同学聚会说什么我有什么老情人在那儿了，怎么着？对，是不是啊？一进去就拉着我就坐在那同学身边，还唠以前的什么人家在一块儿多久啊，怎么着了？真的？对呀。我看没有，还是偶然特别尴尬，还是旧情复燃？什么旧情复燃？我都要跟你结婚了，什么旧情复燃呢？不问我不行吧？你不是过去事儿了吗？你当着他的面问他的前男友是吧？对呀。你怎么问得出口呢？其实也没怎么。他怎么问不出口？他觉得这些八卦他特别感兴趣。聚会完了之后，拉着我就往车上走。我说咱有车，咱送同学吧。啊。脸一黑，说你别给我找事儿啊！一脚油门就杀回家了。20多个同学，我送了吗？我送了吗？我也没让你送20多个同学，就送几个而已。几个油钱。兄弟，你这事儿也不是油钱吗？你像堵车是踩一脚5毛钱，踩一脚5毛钱。那您开车干嘛呀？其实我不怎么经常开车，就有时候去接他，然后或者买点东西什么的，就那种。他买东西那我朋友特别羡慕我找一这样的男朋友，家里条件好，他就不能让我长点面儿。你们每个月你花多少钱啊？ 500-600吧。
那你们不吃不喝吗？这就是需要一个技巧啊。啊，你给我们讲讲。经常去超市买一些就是打折东西。啊，这不丢人。他不让我去逛超市，他觉得我买的东西比他买的贵，就几毛钱，他就觉得我不会买东西，他就每次他自己去超市买菜。多个几毛钱，一个大白菜就出了，他都没想过，你知道吗？那你是跟我过还是跟大白菜过呀？你现在应该攒了不少钱了吧？还行。就这些钱未来的打算是什么呀？肯定就是说以后就生活柴米油盐这块全都用钱什么的啊。到现在我也不觉得自己做错，我希望自己这种行为能感染他。那现在钱谁管啊？肯定我管呀。那他口袋里有零花钱吗？他口袋零花钱比较少。多少钱一般？也就20、30吧。那你是每天给？他给那20、30块钱，意思就让我出去买瓶王老吉喝。那是每天都给他20、30呢，还是一个星期给他20、30？他就补我花了多少钱，比如说我今儿给我30块钱，我花了5块钱，他隔一天就补5块钱给我，就凑30块钱给我。那他会问你钱花到哪儿了吗？问呢，他还给我一小本让我记呢。关键是你也没记，不全都我记了吗？有必要吗？这些东西日常开销。记账是个好习惯啊，但是记过了也不太好。就是因为太花钱如流水了，所以我就不是你们2个人不一个月才花500、600吗？在北京，这还花钱如流水呢。你们家这水可真流得细呀！啊，钱花的特别多。哦，以前花多少啊？以前花1000多。也就是说，通过你的管理，你们家这财政支出减少了50%。对。你现在是坚决要分手吗？如果要有人真的能给他改变一下，我还是想跟他走下去。哦，也就是说这男人是又爱又恨是吧？对。要是能大方点多好是吧？对。啊，你是这女人又爱又烦是吧？要是能节俭点多好，是这意思吧？对，我就是这意思。这事儿还挺难弄的，看看你们5位的智慧吧。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的这种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呢？是开始知道会花钱的时候，然后就开始一点就是会省钱。因为我比较喜欢理财嘛。你给他送过花吗？没有。你看花多贵呀！那情人节花更贵了。给女孩子30块钱，你还觉得人家花钱如流水？那他给我钱呢，就要花钱如洪水了。那肯定不行的。就是比如说，他把工资的2/3给你，你来保管，你来理财，1/3归人家自己。人家今儿高兴了，人家攒点钱自己买一个漂亮衣服。女的爱美之心是天性，你不能去扼杀人家这方面的东西。小家庭是2个人过日子，不是你一个人，对吧？你要给他一定的宽容度。像这个女孩呢，我觉得其实在某一方面是很享受她的那种对你的呵护。你要是把她放弃的话，其实你心里是不舍的。所以有一些方面呢，你也要向他靠拢一些，适当的学习一下节约，这样2个相互理解，我觉得这日子还是可以过下去。我一直想知道，就是说你一个月小两口过日子500块钱，你们怎么过的？他买衣服的话，就是一般就是建议买衣服之前，然后我就让他上网搜搜怎么样搭配衣服最漂亮，去哪买衣服最值。那搜来搜去，原来发现动物园那边衣服比较。的确是，然后配完了也的确不错。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一个问题，现在这不是你一个人，你要知道你的另一半的想法。如果按照你的节奏走的话，他不干的话，可能随时会走了。什么是合适尺度？要把握一个尺度。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节俭，那从每一分钱都要节俭。然后你是从骨子里就爱节俭，但是生活中不只是节俭一件事情。是你要会赚钱，但理财情况就是之前理财 OK， 怎么会理财了？你只是会节约，你不是叫理财，理财你还有投资呢。我倒真同意李玲说的那段话，就是勤俭节约是一个特别好的传统和习惯，但是要把这个好传统好习惯给做过了，可就不是勤俭节约了，您这基本叫抠门儿。表面上看，其实你们之间就是这个鸡毛蒜皮的这些小事儿，但是有一些事情发生了，但刚才你没说出来，我觉得那倒是关键。比如说刚才提到父亲和女方在外头去买家具，你在家里头歇着，然后他们是看中了一些比较贵的家具，父亲是征求你的意见，但是你断然拒绝。对。你说了什么？我就说干嘛就是选10万块钱那个家具，是不是太浪费了？资料上写你原话是说你们一家人都算计我。那是生气的时候说的。这恰恰就是你这个算计的根本。你现在还是停留在你的我的，
你们在算计我的。但是你没有想到，如果你跟他结婚走在一起，就是我们的。第二，你要爱他的话，你一定要爱他所尊重敬爱的人。对方是你的父亲，你却这么不尊重，你对他还是不够爱。还有你的消费观念，女方是否能接受？其实这恰恰就是你们现在应该停下来去想一想，如果生活在一起，消费观念如果有很大的冲突的话，那你们生活会幸福吗？所以你要看看对方的他的理念、价值观、人生观是否跟你契合，这样才有可能走在一起。还有说到迷信，迷信是一个我们应该唾弃、应该去丢掉的恶习，但它反映了你什么呢？我觉得反映你内心极度的不自信。难道你要做一件事情都要去翻看老黄历吗？你自己的能力在哪儿？你掌控生活的能力在哪儿？钱不是省出来，是挣出来的。物质只是让我们婚姻能够快乐的保障，而绝不是你追求的目标。你本末倒置了，这样你的婚姻能幸福吗？好好想一想。谢谢。听明白了啊？对，老师。人呢，没有坚持的时候，信什么呀？就信迷信了，就要信天了。一旦你是有自己坚持的时候，那个东西你还真的会不信。27岁的小男生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72岁的老太太。节约啊，跟刚才川哥说的抠门啊，区别在什么地方？节约就是该花的钱花，不该花的钱不花，保持自己正常的生活水平，把不该花的钱攒下来，用作大用途。抠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要过了，我们过最苦的生活都可以，把每一分钱都榨出来，跟油一样榨出来，都丢那个储蓄罐里面。你这是隔狼台。我要跟你讲的一个问题啊，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你要搞得清什么是自己人，什么是外人。一个好男人，他在外面的时候，他跟别人是锱铢必较，但是挣钱回来是干嘛的？赚钱回来不就是给老婆花的吗？一个男人在外面赚钱，不就是给老婆、子女、父母、丈人、丈母娘给他们用的吗？不然你赚钱干嘛呀？一个是外人，一个是自己人。好男人在家就得让着自己人，你所有的存折都是未来让两个人布置一个好的婚姻、好的家庭的，不然你存这个钱干嘛呀？你带进棺材去啊！我经常说，男人娶了老婆之后才真正成熟了。他成熟在什么地方？成熟在他知道该把钱花在什么地方去了。其实他的问题并不是很大，他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只会存钱，不会花钱。陆琪老师跟你说了有用吗？我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什么吗？我可以改变自己，但是有些话就是我不是特别认同啊。要是现在让你买保险，受益人写谁？写他，或者写我妈，写我爸，写小孩。你觉得真正到了那一刻的时候，他们捧着你留下来的钱财，想到的是什么？哭呗。哭什么？为什么老公不要走之类的。别笑啊，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东西。你买保险，你就一定要写受益。人算不如天算，你算是算不到自己将来会怎么样的。有一天，如果你真的遇上了这样的事儿的时候，就跟你所说的，捧着钱哭的是人，对不对？要不然你就没价值。这个舞台上曾经有个跟他一样的男人，那个男生比你好一点，那女生说给我100块钱，说你随便花。你比他还抠，你给人家30多块钱。我跟你说3点：第一，节流不如开源，开源节流是一系列，只会节流不会开源，这一辈子的生活品质改变不到哪儿去。第二，抠人不如抠己，你把自己特省是吧？你不要去抠他，会自然而然的真正的感染他，你信不信？妻子不可能说你吃10块钱的盒饭，我吃100的，他不忍啊。只要有爱，你这样就会感染他，而不是你要去抠人家，省自己就会带动别人。我明白。啊，第三，算财不算情，财是可以算的，但情是没办法衡量的，因为人的情感是有极限的，超越了这个极限是要崩溃的。所以你要永远记住我说的那句话，等人死了，捧着的是钱，哭的是人。啊，跟女方说一下，有房有车不如7尺之躯，7尺之躯不如1尺之面，
1尺之面不如3寸之鼻，3寸之鼻不如1寸之眼，1寸之眼不如1点真心。一个男人有房有车，或者长得高大魁梧，气宇轩昂，不如有1点真心。你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个男人只是市井味浓了一点啊，喜欢八卦，喜欢在生活当中特别现实的面对各种事物，不懂得享受生活。但我相信他对你还是有那么1点真心的。换一个人，他未必能够给你快乐。在你与他的争执过程当中，其实你也得到了快乐。你像你刚才跟他争论什么钱花什么钱不花，你那么抠的时候，其实这个讨论的过程正在强化彼此夫妻的感受。这就是生活。所以说我们看重的是那点真心，但财也得理。我相信如他所说，你应该是一个不控制你的话，应该是花钱还蛮大手大脚的人。所以我认为你们俩之间没有问题。记住我刚才说的话，好吧？就这样。谢谢。调整吧，你也调整吧。对，我想到要调整了。接下来我们也没什么要说的了，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觉得咱俩认识1年多时间，虽然说有很多小毛病、小误会什么的，但是我这么做其实也为你好。然后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然后也听了各位老师的这个评论，我以后会改，希望能接纳我。如果他以后能对我迁就一些，然后对我大方一些，我还是愿意跟他走进去。以后1个月给多少钱啊？涨2倍吧。2倍是多少？2倍100吧。哎，这是3天100是吧？你想要多少？聪明了，就要的这句话。行了，别说。说没意思，一会儿出来再说。对，回去吧，想清楚，也许那数字会很大，看舍不舍得。回吧。请关门。来，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啊，像这样其实算老实本分，有点市井。要说真过日子还是过日子的男人，确实是有点抠门的男孩。你们要吗？来，请选择。现场有68.97%的观众朋友还是挺喜欢这种男人的，我估计他们俩都会出来。最精彩的我们要看这女孩子开出一个什么条件来，一起来数5个数吧。来，5、4、3、2、1，请开门。5、4、3、2、1，请开门。就是爱你爱你，价格还没谈好呢。站在前面。1个月要多少啊？500。能给。家具买2万的还是买10万的？买个5万的吧。对，这也对了，如何笑也？行吧，买5万的行吗？行，那他多迁就我一点，晚上拍婚纱照，他也要依着我。你打算拍多少钱呢？6、7千了吧？行吗？拍到6000还是7000？我觉得这个男人太可爱了。6000还是7000？6500吧。那我再给你加100行吗？6600。这就基本就要把日子过成段子了，能幸福啊！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来，有请。这给我啊！现在请男嘉宾把这份精美的杰利亚礼盒送给你最爱的人，代表着你对他说：“爱要有你才完美。”来，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这个浪漫的时刻。来，请见证。我爱你。你嫁给我，我愿意。幸福吗？幸福，非常幸福。我突然有一个特坏的想法哈，你们俩不是为了拿钻戒专门来的吧？
啊？昏了都。走吧，哎呀。